男嘉宾小郭24岁，来自陕西，酒吧经理；女嘉宾小李24岁，来自河北，无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好，怎么认识的呀？那么远，你陕西河北？啊，我来唐山时间比较长，然后来唐山那边已6年多，然后我们俩是在2013年下半年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。啊。聊了有大概半年时间吧，感觉就他这人吧挺关心我的，我也对他挺有好感的，然后我都追他，就在一起了。今天为什么来呀？他想跟我分手。你不愿意？所以就来了。为什么跟人分手啊？多好的姑娘。就是我感觉吧，我跟他在一块儿2年多了，我想尽一切办法吧，我想做到他满意，但是我感觉我做啥他都不满意。是吗？他看不起我。这不前2天他这不去相亲去了吗？他相亲呐？对呀，我说去吧，那我也不管了。这样拉倒呗，分手呗。你是相亲了吗？对。还对，那您就走吧。那不是也是他逼的吗？是他说的，像我这样的找不着条件好的男的，那我就是让他看看我能不能找着条件好的男的。找到了吗？我不就是为了激励他一下吗？激励他啊，他靠这个激励他，被激励了。那当初不是因为我生气吗？我说那气话，我让你去的。那当初你说什么了？你说我配不上你啊，相亲对象他们家怎么好，我啥都不如人家。那你让哪个男听得受了啊？是。哎，我问问啊，这个资料上面说这个小李是无业。对。24岁这么年轻，干嘛不工作了呢？是因为我一开始，然后我说上一段工作，然后不是特别开心啊，然后当时就是那个我跟他谈恋爱，然后他说就是我不工作的话也没有关系，他可以养我怎么着的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个他也对我挺好的，他一个从外地来的也不容易，然后也能吃苦，我觉得他能照顾我。当初不是因为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啥经济压力也没有，我挣那么多钱，咱俩花也够，就是说一个月说多了存不下。咱们也都够花了，那不前段时间你不是说家里人让买房结婚买房吗？那咱们俩这么着那也买不了房子。那现在结婚谁家结婚不买房呀？那你说咱们不买房怎么结婚呢？买房，但是咱花钱能别大手大脚行吗？去年双11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花多少钱吗？他一个双11花了我3000块钱，我半个月工资都让人干没了。那双11什么概念？5折，我不得把1年的都买出来吗？买出来了吗？买出来了，3000块钱用1年，对呀，这事儿值哎。我花的也不大呀，而且人家都是上商场买，我跟他谈恋爱之后，然后我也不上商场买，我就那个捡点地摊货、便宜货，他还觉得我花的多。咱俩现在什么状况你不明白呀？然后一说买房，现在结婚都买房，我开始说我说咱们全款买，然后他跟我说条件不好，全款买不了。那我就说那个你贷款我也忍了，你贷款买，然后还要我跟他一起还。那你就工作呗，还呗。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俩结婚了之后，就是我专职在家也挺好的。那你没工作有多久了？有1年多了。你们俩谈恋爱有多久？2年多。基本谈了1年多恋爱你就不工作了，是这样吧？对。我听明白了，小伙子现在经济压力很大，是吧？对。你是希望他出去工作吗？不是说所有的压力我都想压在他头上，然后我都想说，2个人现在奔着结婚去买房子，你替我分担一点也行啊。那可是我觉得他家就他一个孩子，父母能帮的就帮帮咱们呗，对吧？咱们现在不是想结婚吗？人家结婚都是那个家里给买房，怎么到我这儿结婚了，我就得跟他一起还贷款呀？主持人你不知道。他非得说让我去跟我父母要那点养老钱，然后去买这房子。你说我一个当个儿子，你说我能跟老人去要这个养老钱吗？那现在谁家不都是这样吗？就是你不工作也行，你给他待着也行啊。你老实实，你说他还耽误我工作。他怎么会耽误你工作呢？我不是在酒吧上班，我经常会在酒吧里边跟客户，不管是男客户还是女客户，会聊聊天喝喝酒。然后有一回他都非得去，他非得跟着我去，我说那去吧。然后我们在那儿聊天的时候玩的时候，就陪客户的时候，他过来撒我1升酒。你说你因为这个，你让客户，那你让客户怎么想啊？我因为这事儿我丢一客户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个大户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自己不知道是为什么吗？
他说跟别人那个说出去工作，然后跟别人又别的女孩，然后又喝酒又玩的，然后人家还给他发短信，大半夜的给他发短信说那个亲爱的你干什么呢？哎，怎么没有人说男的大半夜给我发短信呢？那你不知道我这工作性质啊，我不都是干这行的吗？我不给那些爷爷奶奶哄好了，我拿啥挣钱呢？那我之前不也跟你说过，我说我不想让你做这个工作，希望你换一个工作吗？是我可以换一个，我干这一行已经1年多了，积累了很多的人脉和关系。你就说我再换一个别的班，我能挣现在这么多吗？那挣钱了，怎么现在我花了点钱，然后你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呢？那当初我跟你吃苦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呢？啊，当初那个咱俩没钱，然后那个天天回家一起走回家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呢？啊，现在你有钱了之后，然后我花点钱，然后你还要跟我分手。我现在是挣钱越多，你现在花钱大手大脚的，那我真担心以后就是说什么节日，每个节日你淘宝都会有那个什么优惠什么的，你都这么花，那我受了吗？那咱们这日子还过吗？别过了就行吧。我也不是就自己花，我不也给你花了吗？是啊，别说这话了。你知道他花3000多，然后说给我买了，你知道给我买的什么吗？就给我买瓶洗发水。你不是说挺好的吗？那我还能说什么？你都买回来了，我不用我扔了吧？这姑娘平常花钱大手大脚吗？平常还好吧，反正那时候跟他搞对象的时候，他要什么我都给他买什么。我这块都说拮据点儿、苦点儿，就什么的给他买。你父母满意他吗？我父母觉得就是他是外地的，然后就是一开始不同意我俩。啊，现在呢？然后现在说就是觉得只要是他能在唐山买房，然后就能同意我俩结婚。哦，你父母见过他吗？见过。什么意见和态度？我父母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我俩现在还小还年轻，多奋斗2年，就是说再攒点钱，然后他们再帮我，然后把这房子买了，把这婚结了，他们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再奋斗2年。对，因为你要说照我们现在就是说他能去上班的话，就他1个月也不多挣，就挣2000块钱，够我俩平均就是说生活费了。我挣的钱我挣肯定比他多呀，就会攒下来，2年肯定能付一个首付啊。姑娘，这你从不考虑？可是那个一开始都是他说的呀，他说就是说我在家待着也没有关系，说那个他能养我。我一开始觉得就是说，虽然说他是外地的，就是在家待着有意思吗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哦，家务都谁干呢？我家的东西反正他都没碰过都。那你在家里干嘛呢？就是和朋友出去玩啊。哦，玩什么呢？就是吃个饭，然后玩啊，逛逛街。就吃是吧？那些朋友也不工作？有工作。啊，有工作。可是，一开始我是觉得他虽然是外地的，但是就是说，他来唐山也这么长时间了，然后对我也挺好的，然后我觉得他能吃苦，因为我们家一开始不同意我和他谈恋爱，但是我觉得他能吃苦，以后肯定能对我好。听明白了，所以你不愿意分是吧？对。这个相亲是你们之间的这个契划他去相的，还是其实他家里人也让他去相亲了？他们家里人反正就说我是外地的，然后在唐山还买房子，就本来就不同意我俩处对象。这不前段时间我俩吵架了，本来他也不乐意去吧，我俩不吵架了吗？就因为这房子的事儿，他跟我吵，然后他说要去相亲，我说那去吧，那这么着就行了吧？话赶话，姑娘没房子嫁不嫁人？我们家肯定是不会同意的。你呀，别着急分手，慢慢攒钱买房啊。关键是他们家里着急了，不是我着急了。听明白了，就是姑娘现在就希望说，我什么都不干，你能把我给供起来。但是我对他也挺好的呀。你怎么对他好？他去上班，然后我也跟他说想让他换工作，因为他那个天天上班的话，然后也得喝酒啊什么的嘛。你还怕他累？所以你给他指的道就是换工作，是吧？对啊。哦，这是你还怎么对他好了？平时也挺关心他的。啊，都怎么关心呢？举一个关心的例子。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他们俩怎么在一起好了2年多？你们给分析分析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伙子，哎，这个人家嫌你是外地的。也就算了，你自己也一口一个我是外地的吗？我是外地，外地人怎么了？外地的就自己看不起自己了吗？你还不错，知道不用父母的养老钱给自己买个婚房，
我还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呢，为了逼着老人把自己手里的所有钱都拿给自己买房子，用跳楼威胁父母。父母最后说你别威胁我了，啊，我这房子给你，我跳下去吧。所以这点上看，这小伙子还不错。记住，甭说唐山外地的，就是北京外地的、纽约外地的，也用不着看不起自己。外地的没什么不好。然后姑娘回家也告诉家里人，外地的不是什么坏事儿。我是河北人，怎么就外地来个小伙子就跟咱们当地的有什么不同啊？有什么不同啊？我没有说看不起他呀，我要没有什么看不起的啊。我要看不起他，我也不能和他一起好2年多呀。好，第一个问题你回答我了。第二个问题，谁告诉你必须得买房子才能结婚啊？那现在结婚不都是买房吗？谁说的？川儿哥，你结婚的时候你父母给你买房子了吗？没有。你先买了房子吗？没有。杨志刚，我现在也没房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，我团里一个宿舍只有10平米，厕所要下4楼才有公共厕所。谁告诉你？谁说的些都得有房子才能结婚啊？爱情跟房子有关系吗？婚姻跟房子有关系吗？可是我觉得他如果说他真的他们家真的想让我跟他结婚，然后他喜欢我的话，你要嫁的是他还是他们家？你嫁给是他，为什么让他父母帮你买房子呢？要嫁给他的是你还是你们家？你为什么要看你父母的意思，愿不愿意嫁给他？父母喜不喜欢他？父母提出什么条件你才能嫁人呢？你说了半天，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吗？你知道你自己想要的人生未来是什么吗？他觉得你在家挺好的，他曾经答应过你，你不用上班，你在家挺好的，你就觉得在家挺好的。你自己有没有规划过你的未来？你将来有没有想过做别人的母亲？你连班都不上，就算你说我在家专门生孩子了，我就上了1年班，认识了孩子他爹，我就连班都不用上了，在家养着。将来孩子怎么能看得起你？他说跟你赌气，你就去相亲，你还都去相了3回亲了，你还说人家说要分手，你还不干？你有没有想好自己应该干什么，不应该干什么？那可是我觉得我俩在一起都2年多了，那我也跟他一起出。在一起10年多的还有离婚的呢，2年多算什么？站在你面前这小伙其实还真不错，很实在。超哥刚才说过3000块钱不多，但是他觉得还是有点心疼，这说明人家很会过日子，勤俭持家呀，这都是优点。对呀，那我跟他吃那么长时间苦，然后我现在花3000块钱，你吃什么苦啊？你吃过什么苦？那他一开始就是条件不好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嫌弃过他呀。你还吃过什么苦？你饿肚子了吗？你今年20几岁了？24。啊，你如果现在这样思想的话，未来等着你吃苦的时候还多了。年轻的时候不努力工作，将来一定会吃苦的。你以前根本没有吃过苦。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你早晚是有一天知道什么叫吃苦。你如果不做真心的改变，起码应该自己去找个工作。你24岁在家里又能干，肯定也受过教育，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份工作干着呢？必须要先给自己找一份工作去做，无所事事一定会出问题的。我觉得你既然是你提出来要来的，人家说要分手，你今天真的应该好好反思，好好表现，不然我觉得你成功不了。你还别看这个外地的、朴实的、需要夜里去上班的这个小伙子，他要是真走了，你恐怕还找不着这么好的。刚才听姑娘和小伙介绍半天，我没听到爱情、房子、双11花了多少钱。其实我想说，真正的爱情跟物质关系不太大。还有一个，我还听到了一个词儿叫外地人。哥们儿，20年前我和郭靖宇分别来到了北京，我们俩都是外地人。只要你努力，不仅在事业上可以成功，一定有女人陪你到老。我们哥俩都做到了，可以给你当榜样。你是不是自己特瞧不起自己？其实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女人很重要，能够跟你苦尽甘来。如果找一个只知道靠你供养的这样的女人，你一辈子没个头。虽然是外地人，但外地人和本地人头顶顶着是同一片蓝天，甚至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更多的外地人铸就了这个城市更多的一些责任和付出。所以不要瞧不起自己。
外地人找个本地人没什么觉得很牛的，找个同样是外地人的也没有什么可自卑的。关键是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，这是最大的自尊。你不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你一个外地人给某些本地人做了挺好的榜样吗？去找一个懂得欣赏你的人，好吧？全中国的人，你要真是查一查，咱们都查祖籍的话，不知道郭老师和杨老师你们祖籍是哪儿？应该祖籍不是承德。肯定不是，不是吗？肯定不是，都是再往上倒几代，谁不是外地人？都是在流动嘛。对啊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现在地球都变成一村了，什么本地外地的，这么年轻怎么有这个？我第一段想说这个，第二段想说没房子也能结婚，爱到了就行了。第三个还是针对你说，做全职太太，应该是一个职业，它很难做，特别难做。相夫教子这件事情不容易。全职太太还要照顾这个一大家族的人，也不容易；教孩子这点事儿也不容易，千万不能做寄生虫。这么年轻，好日子多呢，想留住他吗？想。想就很简单嘛，奋斗，两个人共同奋斗，为你们一同的生活一起奋斗，那才叫日子，要不然成什么了？好好想想啊，珍惜吧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跟他共同去营造属于你们自己共同的生活，好吗？行吗？嗯。来吧，黄金60秒。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你之前对我也挺好的，然后我也不想跟你分手。我觉得就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，然后我也改变了挺多的。但是就是我觉得。因为就是我妈说，就是结婚的话就必须得买房子，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也能理解我。其实吧，我还是挺喜欢你的，咱们俩在一块儿2年多了，你对我的关心，对我的爱，我也能感受到。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这么任性了，能找个班上。好，时间到，请亮灯。回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啊！这个我就看着就是有点看不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怎么会有就是这么年轻啊？咱们现在那么多年轻的孩子。会有很多那个陈旧的、迂腐的、落后的那个价值观和人生观。电视机前的这个年轻的女性观众看了之后，千万别那么说，哎，人电视上不是演的那个吗？我们这是批判的。下载节目，使用天天圈，提出情感问题，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宝箱抽取现金卡。哎呀，特别好奇，这小子能不能坚持得住？啊，我估计够呛。那就还是那句老话吧，金花配银花，西葫芦配南瓜，总有看对眼的时候，这不就是爱情吗？哎，有点意思了。来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。